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是哪些？芯片、军事、科技、金融其实都不是，涉及国本的粮食才是中美所有争夺战中最为激烈的领域。以粮为鉴，可谓屠人于无形，所到之处那是血流成河，赤地千里，却又兵不血刃。苏联直接被美国用粮战搞到解体，海地因被其控制了农业，至今都需要摊泥饼充饥。印度、智利、日本等世界上多不胜数的国家，被美国用粮食威胁摧毁的国家比比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比美国将粮食武器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而掌控中国14亿人的口粮，更是美国一直贼心不死的美梦。2008年，如果我们没有赢下那场足以左右国家生死的中美粮战，恐怕这个时候我们10克黄金也换不来1碗米饭。2008年那场中美粮战，美国控制着全球80%粮食贸易的4大国际粮商，联合做空中国粮食，想控制中国粮价。他们分别是 ADM、邦吉、加吉和法国路易达福。中储粮以1杠4打的4大粮商丢盔弃甲，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这场粮战的胜利打碎了那些想以粮食控制我国的美梦，然而这场胜利却是建立在那场中美大斗战惨败的血泪史上。早在1974年，4大粮商就对中国发起了进攻，他们想法设法地进攻中国农业，但在中国进口配额制护城墙般的政策下，中国农业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什么是进口配额制？简单点说，比如我们粮食每年有100万吨的缺口，但是我们只会进口75万吨，剩下的缺口用以刺激本土的农业。设置了上限，就意味着中国不会无止境地购买美国粮食，他们也就无法对中国粮价产生冲击。直到1999年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就是中国加入世贸 WTO。 在这之前，美国可是拒绝了中国整整15年的时间。想要美国同意的主要条件就是中国必须对美国开放全部的粮食市场。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美国想干什么。为了国家的发展，在激烈的谈判交锋中，中国取消了大豆的进口配额制度，并降低农业关税。条款在1999年4月10日签署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中生效。在中国代表签完字的这一刻，4大粮商相视一笑，立即拉开了大规模入侵中国农业大战的序幕。在国际资本的角逐场上，赤手空拳的中国农民哪里是资本家的对手？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大豆不仅高产出油率，还要比普通大豆高出 5%， 加上美国政府高额的补贴，成本更是低到恐怖。美国的一袋大豆哪怕是飘过太平洋来到中国的海岸线，价格仍然比中国本土大豆便宜1半都不止。碾压式的价格迅速冲垮了中国大豆。面对价格的暴跌，农民自然是不愿再种植。一时之间，中国的本土大豆种植产量迅速降低。到2001年时，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第1大豆进口国，80%的大豆都需要进口。而这年距离中国加入 WTO 仅仅过去了2年时间，可见4大粮商操纵市场的实力。冲垮中国本土大豆种植户后，美国政府和4大粮商串通一气，开始挖坑。他们首先有计划地减少对中国大豆的出口供给，哄抬大豆价格。到2003年上半年，出口中国大豆的价格从1700元每吨暴涨至3500元。到了8月份，距离美国大豆上市不到1个月时，美国农业部突然发表声明，由于天气恶劣，本年的大豆库存将降至近20年的最低点。消息一经发布，全球大豆价格开始夺命狂飙，直接暴涨至4400元每吨。中国大豆企业开始拒绝采购，以库存大豆应付日常生产。面对中国企业的反制，掌握大豆话语权的美国有足够多的方法去绞杀中企。很快到了2004年3月，美国农业部再次宣布今年大豆的产量依然低迷。4大粮商加上国际炒家疯狂囤积大豆，大豆的价格迅速上涨至近30年来的最高位5500元每吨，并且没有丝毫停滞的趋势。此时中国的豆企已苦撑半年之久，库存也早已消耗殆尽，已是命悬一线。恐慌之下，中国向美国派出采购团，以4300元每吨的历史高价抢购了800多万吨的大豆。然而就在中企抢购之后的1个月，美国农业部又高调宣布了他们将调高大豆库存，国际粮商立即开始疯狂抛货，大豆的价格从5500元每吨暴跌至2200元，仅这一项就让中国损失了168亿人民币。更要命的还在后面，受上涨恐慌的影响，不少中国豆企与美国签订了长期巨额的大豆采购合同。这场精心做空的暴跌让中国豆企傻眼了，按高价采购，公司破产是迟早的事儿，如果违约赔偿天价，违约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权衡利弊之后，大量中国豆企选择违约。很快美国粮商联手起诉中国豆企，索赔400多亿人民币。如果中国豆企敢不支付，他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大豆禁运，并在 WTO 起诉中国政府。这一仗中国可以说是惨败。2003年初，中国有1000多家大豆加工企业，到2004年年底几乎全部破产。ABCD 4大粮商开始趁火打劫，低价收购中国的豆企，
中国的豆企仅仅存活了90多家，其中的64家为外资控股。短短1年的时间，中国的豆企倒闭了97%以上，不仅豆企惨败，豆农更是哀鸿遍野。受大豆价格暴涨影响，豆农在价格最高点时种植了大豆，可等到大豆成熟，大豆的价格被牢牢焊死在2200元每吨上。1年的辛勤忙碌不赚分毫，豆农在农田放声痛哭。这场阴影导致豆农再也不敢轻易种植大豆，中国大豆的产量进一步缩减，美国将中国大豆的上中下游产业全部绞杀。这一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无解，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在超市货架上常见的金龙鱼、香满园、胡姬花等品牌的背后，4大粮商才是最大的股东。在大豆绞杀战中大获全胜的4大粮商野心更加庞大，这一次他们想动的是中国人的饭碗。2005年4大粮商刚咽下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益，就开始做局中国的主粮市场。这一次他们故技重施，美国农业部联合权威媒体不断释放全球存在1000万吨粮食缺口的消息，制造全球粮食紧张的恐慌。4大粮商与华尔街金融炒家立即开始大量囤积主粮，国际粮价开始暴涨。小麦从2005年的291美元每吨到2008年时已暴涨至1334美元，涨幅达400%多。玉米也从180美元每吨炒到了750多美元，翻了3倍都不止。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4大粮商仅仅以不到全球人口的 0.2% 的粮食缺口，就能将粮价炒翻数倍。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比如地球上有100个人，粮食突然间只够99人吃了，另外1个人将会被饿死。你猜这100人能将粮食的价格哄抬到什么价位？答案是他们可以将价格哄抬到只有1个人能买得起的程度，毕竟谁也不愿意饿死。这个基数放在全球上就意味着粮价将无限上涨。全球粮价暴涨的同时，国内的粮价也开始蠢蠢欲动。风平浪静之下，国内外的资本早已是暗流涌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一场中国的粮食风暴。然而这一次4大粮商可是踢到了铁板之上。对于受过饿肚子之苦的中国来说，存储主粮已是刻入 DNA 的操作。国内粮价有微微上涨的态势时，中美之间的粮战也彻底爆发。中储粮集团动用了国家级的杀手锏，抛售国家储备粮。4大粮商为了维持粮价的高位，将抛粮全部吃尽，拼命抬价。4大国际粮商压根没将中储粮放进眼中，毕竟他们可是控制着全球 80% 的粮食贸易，打垮一个中储粮集团岂不是信手拈来？既然短时间解决不了你，那就拉长战线将你拖死，看你有多少储备够我们吃。从2005年开始，中储粮抛售多少，4大粮商就吃进多少，一直拉锯了3年。国际粮价疯涨，但是国内的粮价仅仅上涨了 0.7 倍，价格稳如老狗一般。2008年金融危机的征兆已经显现，而4大粮商在粮价上已是骑虎难下，于是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打算全面进攻中国的粮价。面对国际粮商疯狂囤积的举动，中储粮继续抛出。面对进攻愈加疯狂的4大粮商，中储粮由开始的10天左右抛一次，变成1周一次，最密集的时刻1天就抛一次。这次换4大粮商傻眼了，怎么中储粮的储备如同无底洞一样？现在他们已到撑死的边缘。很快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储粮恰是时候的放出消息说中国的粮食储量有1亿吨，足够全中国人民连续吃上1年。4大粮商彻底崩溃，这还炒个屁呀！中国的储备粮足以撑死所有炒作的投机资本。4大粮商再无信心硬刚，丢盔弃甲，落荒而逃。2008年7月，粮价崩溃与金融危机同时爆发，连锁反应之下，所有的大宗商品全面暴跌。中国则趁着低价开始囤积大豆、豆油、棉花、白糖等经济储备，以防他们再次卷土重来，在其他农作物上做文章。中国获得了这场粮战的全面胜利。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的粮储，输掉了这场粮战，中国14亿人口的生命线将牢牢掌控在美国人手中，光是想想都不寒而栗。主粮上让4大粮商铩羽而归，而在大豆上，中国也着手了反击计划。2016年时，中国农业部发布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计划的通知，全面提升大豆的种植面积，扩种大豆 1.4 亿亩。为什么要到2016年才发通知呢？因为这一年广东梅州的华南双季稻亩产突破了1537公斤，打破了双季稻的世界纪录。有了高产的稻米，就可以节约更多的土地种植大豆。而华南双季稻的研发人正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这个时候你也就明白为什么袁隆平被赞誉为农神的原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不仅是让人吃饱饭而已，在战略上完全是不亚于原子弹的存在，以粮食护卫着国家的安全。正是有了袁老这样的人，加上国家巨量的粮食储备，2008年之后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妄图以粮食控制我们的国家，控制我们的生命。虽然国士无双的袁老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的双臂依然在呵护着我们。特朗普对中国1300多种加征关税的清单上，机智一批的他唯独划掉了他们至少 80% 都要向中国进口的稀土。
因为在稀土上，中国能把老美的脖子卡到窒息，并且在全球都找不到替代渠道。我国掌握着世界 90% 的稀土供应，在全球上只有中国一超，没有多强，是真正的王牌产业。这个让我们自豪的产业，却建立在我们曾把稀土当猪肉卖的血泪史上。30年前那场将全球强国都卷进来的稀土大战，开战前我们被美日欧等国逮着羊毛可劲薅，最后却被中国将计就计，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口中的霸权主义者。稀土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脉？可以说它可是比石油都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称为工业黄金。美国制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要使用稀土达27吨，生产一架 F-35战机需要400公斤，一枚爱国者导弹中也含有3公斤的稀土。可以说你日常中见到的飞机、新能源车、手机等都需要用到稀土。军事方面，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高科技武器，比如激光炮、电磁炮、卫星、雷达等，可以说没有稀土，就连三体中的水滴都得躺在设计图上。中国稀土的储备量是世界第一，但凡中国沾点第一的东西，那美国绝对不会让你好过。1980年之前主导着全世界稀土行业的就是美国。美国加州的芒廷帕斯矿一度供应了全球 90% 的稀土需求。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为了确保战争时期美军不会缺乏关键的稀土原料，就将本土的稀土开采列为了核武器的级别。一场针对中国稀土的阴谋就应运而生。1982年，美国战略原料局向总统里根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整篇报告汇总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停止开发自己的稀土资源，向中国购买，埋在我们土地下面存储起来，等把中国掏空之后，我们再高价卖给中国，岂不美哉？美国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真是为首熟耳。1990年，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然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在稀土的暴利下，一时间经营稀土行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数百家，他们不负众望地将这些稀土卖给了英美日等国，并无限量供应。由于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国内的企业就打起了价格战，导致比黄金还宝贵的稀土真的被当成土来卖，价格最低时甚至比猪肉还便宜。到了2005年，全球稀土总量不到10万吨，中国的产能却达到了20万吨，供远大于求，出口的价格比支出暴跌一半都不止。更令人心痛的是，中国的稀土储量由70年代的 90% 骤降到了 37%， 现在的存储量预计保持到2040年至2050年，之后就需要向国外进口了。没办法，那个时代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穷啊！你总得先赚着钱才能购买生产线，购买技术。另外，根据海关的数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有1/3的稀土都是盗采和走私出口。每讲起这段历史，无数人为之痛心，而以美国为首的稀土购买国则悠哉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待着当年制定的战略实现。当年被邓公点名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产业，却沦落到如此的地步，让无数国人唏嘘。但在其他国家的眼中，中国可没这么惨。在中国低价高纯度的稀土冲击下，国外稀土公司开始大量倒闭，稀土产业链断档。视频开头的芒廷帕斯矿在2002年就被美国关停。全世界的稀土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是被中国廉价的稀土冲垮，要么将企业迁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相信多数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将生产线搬到中国的外企大部分却被中国悄悄收购和瓦解了。比如曾经为美国生产最先进导弹磁体的麦格昆茨公司，如今背后的2大股东分别是中科院的下属企业中科三环，另外一个是国资委下属公司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洋气十足的麦老登的名字下可是实打实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中国西部矿业收购了美国稀土合金生产厂，2009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全球金属矿业公司等等，基本上全球所有有关稀土的头部企业都被我国直接和间接吞并。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甘心被收购？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掌握了稀土从开采到分离以及提炼的整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不仅端走了他们的饭碗，临走还把桌子给掀了。直到2010年在中国布局完成后，其他国家才恍然大悟，美国赶紧将芒廷帕斯重启，希望重现往日辉煌。欧盟和其他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注资升级，还有巴西、日本、印度等组成联盟，表示不进口中国稀土，还有忙着撰写状纸告中国稀土垄断的。2012年3月，美国、日本还有欧盟一同将中国起诉到了世贸 WTO， 起诉的理由是中国随意限制稀土的出口配置，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凭借稀土霸权欺负我们。WTO 这个傀儡机构认定中国败诉，强迫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好，这么玩是吧？2014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把稀土的出口关税提高到了原来的10倍。美国也没闲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稀土，先是找到了格陵兰岛，结果早被中国捷足先登。中国盛和低调并购了格陵兰矿业公司 10% 的股份，是格陵兰最大的股东，拥有优先开采权。
蒙古国虽然愿意卖，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压根运不出去，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美国跑去矿物废料里提取稀土，结果发现提取稀土的加拿大技术商 NEO 公司已经悄然改名为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原来这家公司也早已被中国紫金矿业以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估计美国知道这一消息时头都裂开了。在过去的10几年中，美国一直想要重建稀土产业。在2010年时，美国审计局计算出追上中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到2016年，美国总统再问统计局，得到的答案还汤姆是15年。美国等于刷了6年的朋友圈步数。而此时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基本消化了全球的企业，但是距离称霸全球还差一步。还记得开头说的，供应着全球 90% 的美国芒廷帕斯矿吗？被美国寄予厚望，却在2015年宣布破产了。在破产前，将核心技术和资料全部转移到了 NEO 新材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2年后，芒廷帕斯矿拍卖，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家稀土企业在美国重建稀土产业链，这是美国最后的倔强。拍卖会上被 MPMO 公司竞拍获得。有意思的来了 ，MPMO 公司有3大股东，其中2家是根正苗红的美国资本，另外1家是新加坡国贸公司，股份拥有优先权。这家公司虽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但 70% 的股份归属中国乐山盛和稀土公司，而乐山盛和的背后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研究所，研究所的背后是中国财政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个代表美国无限稀土光荣的公司，通过一个4线小城市乐山又转交到了中国手上。万般无奈之下，美国最终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这家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公司，拥有着世界 14% 的冶炼产能，而中国的冶炼产能也才占到了世界的 86%。世界上除了2万吨稀土不是中国冶炼的，剩下的稀土矿都需要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而这一切的辉煌背后，其实我们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稀土之父徐光宪先生。他和同为化学家的妻子高晓霞克服美国重重阻挠返回祖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四处转换科研方向，自主创新出一套串集萃取理论，将稀土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 99.99%。中国稀土因他而起，因他而盛，由开始的冤大头变为吞并世界的巨鲸。我们背后的脊梁每一块都由他们所铸。在中国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为名利，不为财富，他们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富强。